各位朋友，中国的学者张维为在贝尔格莱德的对话上曾经抛出一个判断：中美一旦开战，第二天全世界都会发现美国不再是超级大国了。这不是口嗨而是按现实算账。很多人呢以为大国开战拼的是谁更狠，真正的决定结局的呢却是谁更接近战场，谁更快的形成体系，谁能把对方的神话当场拆掉。张维为在贝尔格莱德的对话会上抛出掷地有声的断言中美一旦开战，第二天全世界就会发现美国不再是超级大国了。你听起来呢好像是觉得张教授这是有点博人眼球但真正的战争天平从来不取决于谁的调门更高，而是在于谁更贴近战场，谁的补给的血线更稳固，以及谁能够瞬间撕碎对方精心包装的不可战胜的神话。张维为教授说的是一点问题没有。为什么呢？因为美国那个威震全球的航母集群看似无坚不摧的移动堡垒，实则呢是被漫长的补给线死死拽住的钢铁巨兽这一次的中东战争，大家都看到了美国航空母舰的拉胯，被伊朗的导弹这个追的到处逃窜，而且自己的这个最先进的航母上莫名其妙的大火烧了30多个小时，差点把整个航母都给烧沉了。如果跟中国开战，那更麻烦，从夏威夷跨越波涛到中国的台海需要航行7000公里，即便是从关岛跃迁到第一岛链也要3000公里之遥，每1海里的航程都意味着巨大的防御空窗补给船队的调度，燃油的持续的输送，弹药的源源补充，乃至受损后的抢修都需要指望远在东瀛的横须贺呀。反观中国呢，局面呢那是截然不同火箭军的导弹发射车可以在数小时内从中国内陆腹地隐秘机动到前沿阵地，射程覆盖1500公里的东风21D与射程4000公里半径的东风26编织成严密的拒止网络，更有挂载鹰击21的轰 6K 在云端伺机而动，6马赫的速度击穿任何敢于逾距的舰船至于美军引以为傲的宙斯盾拦截体系，连五角大楼内部的评测都显得底气不足其实实际的拦截的成功率连 20% 都难以企及。更让美方呢心惊肉跳的是前沿据点的深度的暴露。横须贺与上海仅隔1800公里，关岛距离中国大陆也不过是3000公里，尽在东风系列导弹的射程笼罩之下呀。首轮饱和式的火力的倾泻足以令这些战略支点陷于瘫痪，航母编队恐怕尚未窥见海峡的轮廓，就已经沦为大洋上的移动火把。在这个此消彼长的局势下中国的039型的核潜艇犹如深海幽灵锁死航道，空警500预警机则作为上帝之眼控场。这场在自家家门口展开的体系对抗，胜负的天平在起跑线上就已经倾斜了。回顾红海海域的这场纷争美军呢在面对廉价的无人机侵扰时已然捉襟见肘，每一枚价值连城的标准6导弹消耗的不仅是库存，更是大国的底气。你在电磁环境极其复杂、高烈度对抗的西太平洋，美国又能支撑多久呢？如今的中国的造船产能已经惊吞了全球40%多的份额，
江南造船厂内数艘055万吨大驱同时开工的壮观景象背后，是单舰112个垂发单元的恐怖的火力。截止到2025年，中国的神盾舰的规模已达到了84艘，直逼美国的85艘，而5年前双方的比例还是悬殊的1:5。支撑这股力量狂飙的是极其恐怖的军工制造的速率，在全自动化智能产线的加持下，中国的防空导弹甚至能以2分钟这个每分钟2枚的速度成批走下流水线。反观美国舰艇普遍步入了暮年，维护周期被拖成漫漫长路，新舰下水的速度缓慢的如同凝固的胶水尿不尽的那种感觉一样，是吧？更为致命的短板是深藏于工业的链条之中，标准6的导弹竟然严重依赖东邻日本的零部件供应，而至关重要的稀土矿产则被中方牢牢地攥在了手心。中国现在就是个充满力量的浑身肌肉的年轻小伙，而美国呢现在则变成了一个垂垂老矣的前列腺肥大的尿不尽的老翁了。这个比喻各位形象吗？现代战争拼的是将工业的产能瞬间转化成前线战力的暴力美学。此前的印巴空中博弈中，巴基斯坦凭借中方产的歼10C 搭配霹雳15导弹，精准地折断了印度引以为傲的所谓的阵风战机的羽翼。这一实战的范例已经向世界宣告，中国的重型装备绝非手册上的冰冷参数，而是能够见血封喉的战场利刃。在缺乏完整供应链支撑的情况下，美国即便是掌握部分的核心技术，也难以抵挡这种建立在全要素工业霸权基础上的钢铁的洪流啊！所谓超级大国的强盛，很大程度上寄生于一种精心编织的叙事泡沫中。华盛顿通过全球的军事投射来讲述其权威，利用航母的巡航来装点其不可一世，更以盟友的网络编织出一张虚幻的信心网。可是现在呢，川普坐在白宫里大骂盟友的荒诞的场景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呢，哪来的盟友啊？然而战场绝不是好莱坞的后期的剪辑，它是供应链的韧性、基地的生存力、弹药的冗余度以及决策颗粒度的一个残酷的角逐。一旦在西太平洋的棋局中露出一丝破绽，全球范围内的心理预期将在瞬间遭遇灭顶之灾。这就是所谓的第二天效应的残酷本质。并非指战争在24小时内就能够尘埃落定，而是指只要是美军在首日受挫，战无不胜的金身告破，次日清晨全球的游资、国际舆论的风向以及所谓盟友的归属感便犹如多米诺的骨牌般会轰然倒塌。看到如今的伊朗战事的结果了吗？北约盟友躲得远远的，连日韩这2个走狗都躲得远远的，明白了吗？当世界惊觉美国在关键地缘节点的博弈中已经力不从心，庞大的避险资金定会重新寻找锚点。更为紧迫的是，美国正背负着36万亿美元的巨额的国债的重压，战争一旦开启，吞金兽般的财政黑洞将无限放大国内政治的裂痕。曾经的盟友们就会变得越发的世故。鉴于阿富汗撤军时的惨淡表现，日韩等国的经济命脉又与中国市场深度耦合，鉴于这场在伊朗的中东之战的这种拉胯真到了赤膊上阵跟中国干的时候，谁又甘心在亚太的海洋里边充当毫无意义的炮灰啊？
对吗，朋友们？所以说，中国呢，从来不是一个渴求战火的国家，和平呢，始终是中国民族复兴的一个最佳的选择。然而，如果美国试图将台湾视作博弈的筹码，试图以中国的核心利益来测试中国的底线，那么这场较量的最终形态绝不仅仅是局部的可控的武装摩擦，而是针对全球美国的霸权的一场毁灭性的压力测试。所以说，张维为的那句断言并非是恐吓，而是在复利计算下的清醒的判断。距离的阻隔、产能的鸿沟、体系的完备与民心的向背正在合力解构并重塑大国的定义。现在的美国最令其寝食难安的并非是中方的言辞，而是现实正一点点的证明中国所宣示的能力皆为真金白银。在这种近乎窒息的压迫感面前，究竟是谁更输不起？还用说吗？各位，只需要一场跟中国的冲突，美国就会轰然崩溃。所以美国的政客，我相信很多人都明白这一点啊。中国胆子大一点吧，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